被誣告挪用公款那天，身為法官的丈夫卻逼着我認罪，孩子也怒罵我不做好榜樣，只因為真正挪用公款的人是丈夫的青梅，他們都不站在我這邊，盼着我替他頂罪。後來公司的監控錄像證明了我的清白，他們卻還在叫囂我做假證。心死之下，我加入了公司機密任務。領導勸我，此次任務重大，不知道什麼時候再回來。你的老公孩子，你不擔心嗎？他怕我反悔。我輕聲點頭，有國才有家，我絕不反悔。領導感動落淚，行，國家需要你這樣的人，回去跟家裡說說，2天後我來接你。他希望我能平和地同家裡溝通，我卻覺得2天時間足夠我處理身後事。大家好，開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，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內容。你確定要去參加這次任務？公司開會的時候，領導張濤驚詫地看向我，沒記錯的話，往年就連出差你都不參加，因為放不下家裡的丈夫孩子，怎麼轉性了？他的音量不大，在空曠的辦公室卻激起了層層水花。不是吧？她也要參加？不是走到哪都放不下她老公孩子，搞什麼呀？估計是前面的事情真傷心了，畢竟那可是頂罪，要坐牢呢。誰家當媽的當成她這樣？據說她兒子都不認她了，估計平時都是裝的。同事激烈地討論起我的家事，在他們看來，一個成天把丈夫孩子掛在嘴邊的人，幹不了什麼大事。偏偏我在公司一直是骨幹級人物，研究的成果數次獲得表彰，這是他們唯一能抓住諷刺我的機會，自然不肯放過。安靜，都安靜！領導狠狠一拍桌子，議論聲停下，所有人的目光都望向我。我再問你一遍，韓安琪，你確定你要參加這次任務？考慮清楚了嗎？這次任務重大，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再回來。你的老公孩子，你不擔心嗎？領導，我很確定自己的想法。我起身鄭重地說出自己的誓言。國家需要我，比之家，我更應該英勇無畏地為國。畢竟國家，有國才有家。掷地有聲的嗓音回盪在辦公室。剛剛譏諷的人有些面露尷尬，有些則是譏諷的回應。裝什麼大義凜然？不就是家裡不要他了，還為國？好惡心！他這樣的人，我最了解了。也就是為了維護那點可憐的自尊心，都散了吧。他想去就讓他去，到時候別哭都沒地方哭。說話的人三三兩兩散開。我捏緊拳頭，好半天說不出話。沒有人知道被丈夫誣告到法庭上時，我是什麼心境。外人尚且可以說不了解我，最可怕的是，我自己生養的孩子也咒罵我不是個好榜樣。他氣我不肯認罪，惡狠狠地給了我一拳。媽媽，我這輩子都不會原諒你。明明就是自己犯錯，非要推到趙姨身上，你真惡心。隨着話音落下的還有衣服上的一口濃痰，那是小寶厭惡我的證據。幾天過去，現在再次回想，每一個細節依舊如錐心刺骨，疼得我眼眶發酸。安琪，別聽他們胡說，我了解你的心性。這次發生的事情本就是公司失責，不僅讓你背黑鍋，還要蒙受這麼大的委屈。我知道你心裡難過，既然決定了，我也不攔你，去填個報名表。別想太多，也許是察覺出我情緒不對。張濤和藹地衝我笑笑，隨後追上議論的人群，都胡說八道什麼？很閒嗎？公司請你們來是讓你們工作的，不是聊八卦，還不都把嘴閉上？因為他的解圍，那些怪異的目光沒再落到我身上，我也得一喘息，趁所有人不注意時擦了擦眼角的淚。下午時分，報名參加機密任務的人全都提前下班，
我拖着疲憊的身軀走在人群中，腦海裡一陣恍惚。雖然事情已經結束，我被無罪釋放，但法庭上，薄燕不顧臉面，要把罪名安在我身上的嘴臉，以及小寶的話，都被發到了網上。網友對此議論紛紛，很大一部分人直接站到了薄燕那邊。他們認為，連枕邊人和小寶都不相信我，那證明我本就是兇手。就算不是，也一定是個人品極差的人，要不然怎麼連家裡人都不幫我？在這個風口浪尖上，我還沒有來得及訴說自己的冤屈，小寶就點讚了這條言論，而薄燕更是為了趙倩，利用了所有認知內的知識以及人脈，硬生生將他保了下來。自此，輿論更上一層樓，我被打上恥辱的標籤。出門不僅要被人議論，過分的還會朝我扔臭雞蛋。就像現在，明明我什麼都沒做，但只要一靠近人群，不少人就會自動遠離我。這就是誣告案的女主人公，真是人不可貌相。我看了，指不定是她想挪用公款，然後騙人家去動手，要不然怎麼最後都無罪呢？無非就是仗着自己老公是法官。誰知道她丈夫幫理不幫親，一個蛀蟲，真是恥辱！離這樣的人遠一點，要不然會倒大霉的。人群熙熙攘攘，我無助地站在人海中，承受着本不該屬於我的謾罵，獨自舔舐傷口。沒有人問我疼不疼，也不會有人在意我是不是被冤枉，因為帶給我苦難的人是我最親密的2個人。所以沒有人會懷疑。你現在知道錯了嗎？傷口被撕得鮮血淋漓之際，我聽到了薄燕的聲音。我以為是恨意讓我產生了幻聽，抬手想要揉太陽穴。媽媽，你知道錯了嗎？熟悉的聲音再次響起。我的手停在空中，抬眼就看到了2張相似的臉。薄燕抱着小寶就站在我的面前。2張相似的眼睛緊皺，一板一眼地盯着我。安琪，以前的事情我可以不跟你計較，但你記住，這件事是你欠了欠的，他是為你背鍋。事情發生後，他沒有說過你一句壞話，反而因為擔憂你的安危，讓我和小寶前來接你。安琪，沒有人欠你的，你的脾氣真應該收斂收斂。薄燕很生氣，連帶着周圍的空氣都窒息了幾分。原來真的是讓別人背黑鍋呀！怎麼會有這麼惡心的人？他們不是說有監控為證嗎？怎麼又背鍋？監控總做不了假吧？人群再次躁動，其中也夾雜着1、2位替我說話的人，但無一例外都被懟了回去。監控不能作假，人心能啊！誰知道是不是她故意騙別人去做替死鬼？沒聽到她丈夫都那麼說了，我們不了解她，難道她丈夫和孩子還不了解嗎？就是，真惡心，一句接一句，惡狠狠地穿過我的心臟，留下滿目瘡痍。是啊，他們是最了解我的人，同樣也是最容易傷我的人。那我究竟做錯了什麼，要承受這不白冤屈？媽媽，你那是什麼臉色，什麼態度？沒聽到爸爸說的嗎？我們都願意原諒你了，你還不快點回去同趙姨道謝，用施捨的語氣讓我跟罪魁禍首道謝，還嫌棄我態度不好。這就是我10月懷胎生下的孩子，我心裡有再多怨再多苦都無法發洩，只因為他是我的兒。薄燕，我不敢抬頭看小寶厭惡的小臉，只能將目光轉到薄燕身上。你作為法官，明知道那個監控是真的，我沒有，罪字還沒有說出口，薄燕便不耐煩地看我一眼。安琪，我承認我懷疑你造假證不應該，但趙倩說了，是你誆騙她動那筆錢，我不傻。趙倩如果需要用錢，找我就好。他根本沒有作案動機，相反是你安琪，你母親體弱多病，現在正等着一筆錢救命，要不然
你解釋解釋，為什麼挪用公款的數字能跟手術費對上號？當初在法庭上並沒有這些細節。我不可置信地抬頭看向薄燕，她長相俊朗，氣質出眾，但看着我的眼神就像一灘死水，任誰都能看出她對我的不喜歡。薄燕，我真的不知道這個結果。我最近沒有見過我爸媽，你為什麼就是不肯相信我？抱着最後一絲希望，緊盯薄燕的眼角時，我的眼眶逐漸紅潤。不用任何一句話，也不需要動作，僅僅一個眼神，我就知道薄燕什麼意思。她不僅不相信我，還覺得我胡攪蠻纏。事情都擺在明面上了，還要狡辯。媽媽，真沒想到你那麼喜歡說謊，真是不知羞。我們老師都說了，知錯能改，善莫大焉。趙姨都沒有對你追究到底，你怎麼就臉皮那麼厚？你知不知道，因為你的原因，我今天在幼兒園都被小朋友欺負了。他們都說我媽媽是個撒謊精，我也一定是。我討厭你。小寶掙扎着從薄燕身上跑開，我嚇得心臟快速跳動，耳邊一陣轟鳴。小寶，我下意識伸手想抓住跑開的身影，卻被狠狠拍開。安琪，如果小寶出什麼事情，我跟你沒完。薄燕說完，衝着小寶追了出去。我揉了揉通紅的手背，不甘地跟在他們身後。比起外人的惡意揣測，我更在意兒子的看法。但看起來，他因為我遭受了很多屈辱。這一刻，我甚至開始回想，我是不是做錯了？可我只想要公道，我想清白，陪在自己的丈夫、孩子身邊。我真的錯了嗎？再次找到小寶的時候，他就站在趙倩身邊，衝她撒嬌。比之我，他對趙倩的態度可謂是180度大轉變，這讓我不由得想起年少的薄燕。那會他也是厭煩我的痴纏，站在趙倩身邊不屑看我。很多次，為了給自己的心愛的青梅找回公道，他還會當眾侮辱我。如今事情過去了這麼多年，兩個身影交疊，我再次被打擊得形同散家之犬。安琪來了，小寶這孩子就這脾氣，你別跟他計較。小寶叫人。趙倩一如既往地表現出與兩人的親密。我捏了捏掌心，朝小寶伸手。小寶，媽媽知道錯了，是媽媽不好，連累了你，你原諒媽媽好不好？親口承認不是自己犯下的錯，就好像在我胸口剜肉，很痛，痛得我想落淚。但一想到即將到來的任務，我還是忍住情緒半蹲。小寶最聽話了，作為懲罰，媽媽帶你去買你最喜歡的玩具好不好？我沒法憎恨自己的親兒子，只能在心裡奢望最後2天修復一下感情。我呸！我不要你！口水落到身上，小寶背過臉頰，整個人埋到了趙倩懷裡。不好意思，安琪，這孩子被我慣壞了。趙倩眼底閃過得意，很快又換作不好意思的笑容。她伸手想要把小寶拽出塞到我的懷裡，迎來的是小寶瘋狂的抗拒。這是小寶第一次表現出如此不聽話的一面。我嚇得忘記了動作，呆呆地看着面前的幾人。夠了，安琪，沒看到小寶不願意搭理你嗎？你都多大的人了，還要和小孩子計較嗎？薄燕不爽地接過小寶安撫。趙倩扯了扯被弄亂的衣領，不是的，我沒想跟小寶計較，我只是想抱抱他。我手足無措地解釋着剛剛的行為。小寶沒有看我，他用圓圓的小腦勺背着我，衝趙倩抬手，我要趙姨抱，我要回家，似乎是怕我截胡。小寶的身子用力朝趙倩那邊扭，我看不得他這副樣子，讪讪地低下腦袋。麻煩趙倩你抱一下小寶，我先回家了。馬路上車流不息，這是我第一次知道，如果外面煙花四起，無人為我留一盞燈是什麼感覺。很窒息，窒息到我有點不想活了。
第二天，伯燕和小寶都沒有回家，他們一夜未歸，用行動證明對我的抗拒。我沒有打電話責問，默默地收拾自己的行李。當初報名時，張濤說給我們2天時間告別，我那會是歡喜的。哪怕我下定了決心放下寶燕，但小寶畢竟是我的孩子，我沒辦法做到真正的斷捨離。現在看來，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一廂情願，這樣也好。小寶不愛我，就不會為我難過。那我走後，趙倩只要真心對他，我所受的苦就不算什麼。作為母親，如果孩子能平安，我願意付出全部代價。長長的呼出一口氣後，我把行李箱靠在牆角，諮詢了一位律師。時間緊迫，我沒辦法等着處理手續，只能留下一紙離婚協議，就當做我送給伯燕最後的禮物。痴纏他這麼多年，現在我放他自由。1天的時間再次過去，到了晚上，我拿出工具收拾屋子，很多我的東西，既然我不在了，都需要丟掉。特別是過去的一些禮物和照片，我通通扔進了垃圾桶。與其過段時間被人厭惡丟棄，不如我親手了結。晚上10點，家裡像變了個模樣。我如釋重負地坐到沙發上，打算享受屬於自己的最後時光。啪嗒，開門聲自身後傳來，我聽到趙倩愉悅的笑聲以及小寶天真的話語。她說，如果能一直這樣，沒有媽媽就好了。這樣的話，爸爸和趙姨就不用分開，我也可以一直和趙姨在一起。孩子總是天真的想和喜歡的人一直在一塊。我本來應該打破他這份不切實際的幻想，可膽怯如我，到最後也只能在心裡祝願，希望小寶心想事成。媽媽或許不夠偉大，但你最後一個心願一定滿足你。說什麼胡話？你自己回房間，爸爸和媽媽有話要說。令我意外的是，打斷小寶的人會是伯燕。他看起來並沒有因為這句話感到開心，反而眼眸帶了點薄怒。安琪，看看你失敗的教育，讓孩子那麼厭惡你，你看看像話嗎？要是傳出去，你讓別人怎麼想小寶？原來他厭惡的是我。我露出淒慘的微笑，恭敬地衝着伯燕和趙倩鞠躬。寶燕，我知道錯了，從頭到尾都是我不應該。我只求你一定要善待小寶，好不好？臨行前，我想得到一個鄭重的承諾。在伯燕看來，這不過是我的手段。安琪，你簡直不可理喻！來不及說話的趙倩被扯着離開。我揉了揉發脹的心臟，把離婚協議放到了我們的婚房。這是一套複式樓，家裡很多房間。小寶出生後，伯燕沒有再回過主臥居住，所以我並不擔心他現在會發現這份東西。就算發現，他也不會當真。人總是覺得固執追求自己的人不會離開，就像在伯燕眼裡，我這輩子寧願死也不肯放過他一樣。可惜撞了南牆的傷口帶着濃重的血腥味擴大，我實在是堅持不下去了。太陽再次升起，我踏着初升的日光走進了母親的病房。她很瘦弱，自父親走後，母親一下子垮了下來。活着對她而言好像並不重要，只是看到我時，眼裡才恢復些許光彩。媽，我乖巧地坐到凳子上，母親伸出粗糙的手，摩挲着我的手背。媽媽的安琪，這段時間因為我辛苦你了。媽媽知道，你不是他們口中的那種人。我的安琪一直是媽媽的驕傲。你去吧，去翱翔。母親意識到離別，微笑着放我飛。我吸了吸鼻子，頭一次放聲痛哭，是委屈，是不捨，也是愛。但再多的情緒都沒辦法阻擋離別。我要走了，這一走不知歸期，也不知道會不會再見。朝着母親揮手以後，我坐上了公司派來的車。為了任務的隱祕性，
這次我將要去一個與世隔絕的地方，我很期待，也有些失落。小寶來電，小寶來電。垂頭喪氣地看向窗外時，手機歡快的鈴聲響起。我用最快的速度接過，電話傳來趙倩的聲音，她很平靜。安琪，小寶非要我打這個電話，他說希望你在外面多待會。你也知道，小孩子嘛，總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要求。他替小寶傳達不願意見我的意思，眼角再次流下淚花。我閉了閉眼，一句好卻是再也說不出。怎麼可以那麼殘忍，又怎麼能那麼過分？我明明退讓出了全部，可為什麼能一點美好都不能留？你聽到了沒有？小寶的聲音自手機裡傳來。我倔強地擦掉眼淚，點頭回了一句媽媽聽到了，因為媽媽不會再回去了。這句話我沒有說出口。電話掛斷，窗外的風聲呼嘯，卻無法壓制住一個母親絕望而又崩潰的哭泣。另一頭，趙倩捏了捏小寶的鼻子，這種事只能做一次，下次不能再對媽媽那麼沒禮貌了，聽到了嗎？在教育小寶這方面，他一直都是善良溫和的，這一點不僅寶燕滿意，我也很滿意。至少趙倩並沒有把那些手段用在小寶身上，那他就能健康地長成一位三觀健全的人。聽到了，趙姨，我們去堆積木吧。面对趙倩的要求，小寶表現得尤為配合。他們母慈子孝的一面是伯燕最喜歡的一幕。他一直都覺得，如果小寶是趙倩生的孩子，那他們一家三口應該會很幸福。可惜沒有如果。安琪怎麼說？察覺到自己的想法不妥，伯燕揉了揉眉心，溫聲詢問：這幾天我的表現一直很反常，沒有吵也沒有鬧，還一直在退讓，這在從前完全可以說是奇蹟。但伯燕也沒有多想，他只當我換了一個計謀，忍不了多久。就像今天這種要求，我一定不會答應。安琪說好，他不答應就算了。怎麼說，小寶都是他。還沒有聽清趙倩的回話，伯燕便自顧自地回答，但說到一半，他遲疑地轉頭，他答應了。他的動作十分僵硬。趙倩按了按眸光，是的，安琪爽快答應了。有什麼問題嗎？我剛剛就說小寶的這個要求不好，要不要我再打一個電話？他善解人意地掏出手機。寶燕擠出微笑，不用了，你陪小寶玩，我看一下家裡。安琪鬧脾氣，丟了很多東西，我看有什麼缺的。伯燕幾乎是逃跑一般離開，他很狼狽，心裡也有一股道不清的感覺，那種感覺很難過，就像當初被迫娶我時的難過。可為什麼我走他應該開心？他煩了我那麼多年，怎麼可能會為了我的離開難過？寶燕，你一定是魔怔了。走到主臥時，伯燕的心臟不停加快，他已有很多年未踏足這裡，不知道為什麼突然有些害怕。3秒過後，房門被打開，伯燕的手機滑落在地。雖然他從不踏足這裡，但以我的心性，房間不可能這麼空。韓安琪，你到底在耍什麼花樣？憤怒讓伯燕直接撥通了我的電話，他想質問我到底想幹嘛，是不是一定要鬧得家裡雞犬不寧？但第一次，他並沒有撥通我的電話，手機裡傳來的也只有冰冷的提示音。怎麼會？頹廢地坐到凳子上時，伯燕摸到了薄薄的文件，他下意識拿起掃了一眼，臉色一寸寸變白。趙倩，哆嗦着喊出趙倩的名字後，伯燕甩下文件，奪門而出。與匆匆趕來的趙倩撞了呀滿懷。她身材高大，趙倩一時不察，跌坐在地上，痛得驚呼：“阿燕，怎麼了嗎？”她不解地伸手等伯燕攙扶，可伯燕並沒有伸手，而是直接搶過她的手機，撥通我的電話。“爸爸，你在幹嘛？”冰冷的提示音回盪在耳邊。小寶小跑着靠近趙倩，
被薄燕一把抱住。小寶，把手機給爸爸。為了方便，我曾給小寶買過手機，當做他的禮物。現在這成為了薄燕最後的希望。可惜，不管是誰的手機，撥通後都只有冰冷的提示音。阿燕，你怎麼了？趙倩起身後，一瘸一拐地走到薄燕身邊。從小到大，她從不捨得凶她，更別提今天這種情況。安琪她要跟我離婚。薄燕咬文嚼字地說出剛剛看到的一切。趙倩長大嘴巴，眼裡是掩藏不住的欣喜。小寶也很開心，雖然他聽不懂離婚的意思，但薄燕說我走了，他就很開心。爸爸，趙姨，那我們以後是不是就能一直生活在一起了？小小的他不懂得分別的意義。薄燕怒了，薄小寶，她是你媽，如果不是你總那麼任性，你媽就不會走。你倒好，現在還不知道悔改。他重重地打在小寶屁股上，抓着他的手，知道錯了嗎？我告訴你，如果不是你媽，就沒有你。剛剛的話，我不希望再聽見一次，否則別怪我教你什麼是規矩。小寶出生以來，薄燕就沒有捨得打過。今天動真格，所有人都嚇得不敢吭氣，就連趙倩都愣了幾秒，才把小寶搶回懷裡。對一個孩子凶什麼？安琪也就是鬧脾氣，你對一個孩子急什麼？2年前從國外回來後，趙倩便處處找理由踏進我們家，這也導致了她對小寶有不淺的感情。雖然這其中摻雜了利用的成分，但她也確實真心疼愛小寶，都是被你慣壞的。薄燕看到被趙倩護在懷裡的小寶，生氣地砸爛了手裡的東西。那是小寶的手機。小寶雖不喜歡我，但手機一向護得緊。現在東西砸爛了，小寶顧不上害怕，一腳踢在薄燕膝蓋。壞爸爸，壞媽媽，我不要你們，我要和趙姨生活在一起。小寶生氣了，氣鼓鼓地跑回房間，將房門砸響。趙倩無奈地揉揉眉心，面露不解。阿燕，小寶還小，你跟他慪什麼氣？再說安琪是他的媽媽，一點小事罷了，難不成還要跟個孩子計較？要實在有意見，衝着我來。趙倩的語氣裡滿是怨懟，她確實不理解。作為母親，我何苦斤斤計較？你這是什麼話？可一向認同她的薄燕卻面色冷峻，滿是不解。你溫柔善良，今天怎麼能說出這種歪理？正因為安琪是小寶的母親，她如此欺瞞自己的媽媽，還不是錯。過去，薄燕總站在趙倩那邊，認為她做什麼都是對的。今天，她眼睛突然清明一回，把過去的種種都串通在一起。我和她結婚後，趙倩負氣離開，那時我們確實過了一段神仙日子。小寶也很愛我，從什麼時候變的呢？是趙倩有意無意倒掉我準備給小寶的吃食，還是她縱容他們父子倆懶惰？我想都不是，轉變是點點滴滴的。更何況趙倩與我不同，她用的是溺愛方式，難免更得人心。趙倩，你行事一直都是這樣嗎？她少有的語氣帶怒。趙倩蒼白着臉，好半天才找回聲音：阿燕，你什麼意思？他沒法接受年少情深的愛人為了我如此凶他。薄燕抬眼，我不想跟你扯。挪用公款的事情發生後，趙倩已經有許久未上班。薄燕知道問他我去了哪裡，還不如直接去我上班的地方問個明白。可惜偌大的公司再也找不到我的身影。韓安琪握着手裡不知道打了多少次的電話。薄燕咬咬牙，敲響張濤的辦公室門。進。得到允許後，薄燕進門便擺出高高在上的語氣：韓安琪去哪了？他又在胡鬧什麼？電話不接，信息不回，是不想要那個孩子了嗎？縱使已經察覺出不對勁，薄燕依舊不肯低頭。張濤都懵了，
作為老闆，薄彥上來就用質問的語氣責怪他，要他顏面何存？更何況還是家裡的私事。薄大律師，就算你再怎麼手眼通天，能給人脫罪，但這也是我的公司，你不僅不請自來，還劈頭蓋臉地責問我，是什麼意思？我不是安琪，可以任你打罵欺辱，你要鬧回家去鬧，我沒有義務告訴你，你老婆去了哪裡？上位者的氣勢不怒自威，薄彥想要坐下的動作一致，懊惱地揉揉眉心，對不起，是我太衝動了，我只是想問安琪去了哪裡，她沒有回家，那就只能在公司。薄彥用了篤定的語氣。張濤嗤笑，面露譏諷，家，一個處處針對他的白眼狼兒子，一個是非不分，想讓他坐牢的丈夫，那算是家嗎？又或者說，薄律師覺得自己就是個香饽饽，只要一想起誰，大家都得奉承你，你可笑嗎？薄彥，張濤的話沒有明說，又好像什麼都說了。即使薄彥見慣不少場面，也不禁覺得臉頰燥熱。那件事早就過去了，法律都認為趙倩無罪，更何況安琪不也沒坐牢嗎？薄彥嘴上不說，但他對我動不動離婚的行為很是唾棄。這段婚姻本就是我強求而來，現在一小點事情就玩消失，他對我很是不滿。小事？薄律師當真是見過大世面的人，居然把差點坐牢以及被眾多人網暴當作小事，居然事情那麼小，那你要不要試試？張濤最看不慣他這副樣子。趙倩進公司時，就是薄彥連哄帶騙的讓我舉薦，張濤即使再不喜歡，看在我的面上還是同意了。誰知道捅出那麼大的簍子，挪用公款以及網友的高度關注，要不是公司有能力的人居多，恐怕這次他的心血就該毀於一旦，這讓人怎能不氣？張濤，那件事本來就是韓安琪的錯，如果不是他教唆哄騙，趙倩怎麼會挪用公款？說到底，那都是他活該，他怎能有臉怪別人？張濤都要被氣笑了。這件事證據確鑿，監控裡拍得真真切切，結果薄彥僅憑趙倩的一面之詞，不僅相信他，各種侮辱我造假證，最後更是為了替趙倩脫罪，把我丟在風口浪尖上。這樣一個蠢貨，他搞不清楚我為什麼會看上，也不願意多費口舌。保安，把人趕出去。他對着門口呼喚，隨後看向薄彥，那我希望薄律師這輩子都別後悔做下的決定，因為後悔啊，也來不及了。張濤的話語意味深長，薄彥不安地想詢問什麼，身後的保安卻不受分說地將他拖到門口。這幾天隨着我的消失，吃瓜的人將目光對準了薄彥。張濤這麼一丟，原本熱度下降的話題再次被挑起，替我說話的人也越來越多。我一直覺得網上的事情真真假假，理性吃瓜。當初韓女士的事情，連法律都判她無罪，證據確鑿，你們卻非要顛倒黑白，從頭至尾。這件事有問題的，難道不是她包庇罪犯的丈夫嗎？終於有人說了句真話，我一直都覺得很惡心。監控拍得清清楚楚，他卻以職務替小三脫罪。要都是如此，那還有什麼公平可言？看薄彥這副樣子，被灰溜溜地丟出來，一看就做了不好的事情。我要求徹查他，徹查他，徹查他。網友一呼百應。等薄彥反應過來後，已經一發不可收拾。到他這個位置，一點風吹草動都經受不起，更何況是幾萬人的聯名徹查。幾天後，市內重新成立小組，就薄彥過去經手的案子進行了徹查，其中包括了這起挪用公款案。哎呀，怎麼會這樣？事情不是都過去了嗎？一定是安琪，他看不慣我就算了，居然連你也不放過。
趙倩暗戳戳地給我上眼藥，一雙手掌下全是薄汗。她知道重新徹查意味着什麼。她說的那些話騙薄燕可以，但其他人她根本沒有把握。要不然我還是走吧，你讓安琪別生氣，我以後再也不會出現。她故意當着保小寶的面說要走，想以此來讓小寶要求我放棄這件事。這種手段她用過不少。由於小寶是我的兒子，我次次退讓，但這次我參加公司的絕密任務，沒有人能找到我。小寶毫無辦法，只能抱着趙倩的大腿哭。夠了！薄燕煩躁地呵斥一聲。我們沒有做什麼錯事，又何懼別人查？安琪也沒有這個權利。事情都發生了，還能怎麼樣？他沒有說出心底的雀躍。他以為這麼大的事情能見到我。哎呀，趙倩還想再掙扎，可調查的人直接上門，打了所有人一個措手不及。3天後，真相血淋淋地撕開在薄燕面前。他感覺氣血翻湧，無盡的怒意湧上心口。這是什麼意思？面前的卷宗擺在面前，他看得懂，卻不理解什麼叫趙倩故意誣陷。監控裡的東西都是真的，他不敢相信，也不願意承認自己做了壞人，誣陷自己的妻子，更不敢想當初的我有多麼孤立無援。為什麼？接受了事實的他只能詢問趙倩，換來的卻是哈哈大笑。為什麼？當然是為了讓安琪坐牢。他憑什麼？明明相愛的是我們，他橫刀奪愛在前，我不應該恨他嗎？薄燕，你在這裝什麼？這麼多年，你敢說你沒有動心？是你背叛了我，背叛了我們的諾言。我恨你，也恨他，我就是要毀了他。趙倩歇斯底里地大喊。薄燕眯着眼睛，說不出什麼感覺。當初和我在一起是他做出的決定，哪怕是我處處痴纏，也是他主動應承。因為那會，趙倩面臨出國留學，他不願意耽誤愛人，所以耽誤了我。算起來，最沒有資格說我橫刀奪愛的就是他。可他要怎麼解釋？又該如何與我道歉？過去的錯誤已經釀成，他這次也難逃懲罰。事情結束後，薄燕因事先不知情，被擼掉了職位。趙倩挪用公款加陷害他人，被判入獄。網友直呼大快人心。張濤更是在公司內大肆宣傳，當初我是他高價挖來公司的研究員，如今沉冤的血，他恨不得放鞭炮慶祝。反觀薄燕，他失魂落魄地等了幾天，意識到我不會再出現後，自嘲地抱着薄小寶痛哭。他早該想到的，徹查這樣大的事情我都沒有出現，那只能是更重要的事情。而藥物研究員最重要的事情便是新藥，或者一些無法攻克的疾病。也就是說，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再出現。離婚是真的，我不要他和小寶了。我錯了，我錯了。走到盡頭時，薄燕被無盡的絕望裹挾。他知道錯了，他對不起我，對不起這個家。可一切都沒有機會重來，他是真的失去我了。28年後，常年不分晝夜的工作加速了我的衰老，但我很開心。人生在世，最重要的是存在的價值。現在我體現了自己的價值，恭喜你！再次見到的老熟人是張濤，他滿頭白髮，看着研究成果不甚歡喜。我衝他頷首，眼底是激動的淚。也恭喜你，恭喜全人類！腫瘤疫苗的誕生，意味着國家醫學技術更進了一步，同時也意味着將有無數生命得到延續。好樣的，你們都是好樣的！在鮮紅的國旗下，我代表整個公司接受了獎章，無數人替我們歡呼，其中包含着每一個研究員的家人。我心底有些羨慕，也由衷地替他們感到開心。你想不想見見你的家人？觀察到我豔羨的目光，張濤小心翼翼地說起當年的事情以及後續。
伯彥這些年一直沒有娶妻，艱難地帶着小寶生活。雖然他沒有說，但我知道他們都在等你。當年的事情已經過去，你要是願意，張濤把選擇權交給了我。25年的光陰，我不知道小寶變成了什麼樣子，也不知道伯彥為何變化那麼大，但我確信家不再是我奮鬥的方向。張總，請你把我的獎金全部拿給小寶，算是我這個母親對他道心意。至於見面就算了，我不在的這25年，大家都相安無事，如此甚好。年齡的增長讓我放棄了對家庭的執着。張濤點點頭，這樣也好，他算是當年事情的見證者。作為外人，他也沒有資格替我說原諒，所以他尊重我的想法，沒有將我的行蹤透露出去。3天後，張濤帶來了2封信和1沓照片。伯彥沒有強行與我敘舊，他此番來信是對小寶的成長給我一個交代。至於那些照片，都是他拍的。信的結尾，他看起來有些忐忑，字跡凌亂。安琪，我知道我這一生對不起你，所以我留下小寶的成長軌跡，算是對你最後的交代。你放心，這些年我不斷吸取教訓，將孩子養得很好，也希望你可以滿意。我翻看了那些照片以及小寶的信，他變化很大，對於當年的事情也深知自己做的不對。我淡然一笑，拿起筆輕寫，過去的事情早已掩埋在過去，現在再去糾結誰對誰錯已沒有意義，你們無需掛在心裡。我也願你，願我的兒幸福安康，我們從此一別兩寬。我完成了25年前未盡的告別，自此韓安琪的使命僅剩下燃燒自己，為醫學奉獻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麼想說的、想吐槽的，歡迎在下方評論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，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故事內容。